魔道祖师中，魏无羡和蓝忘机的爱情可以说是非常感人的。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，带回去藏起来。蓝忘机一向高冷，是一个不善言谈、墨守3000多条戒规的人。就是这样一个内敛的人，到底要有多爱才能说出这种话？他对魏无羡的感情，不论是原著还是剧中，都可以从很多细节中看出来。蓝忘机深爱魏无羡的那些细节，当初在吃人堡出来时，忘羡发现了可疑的人，魏无羡让蓝忘机去追，但蓝忘机却有些犹豫，因为他怕。他好不容易找到了魏无羡，总觉得现在可以每天看见他的日子像在梦中一样。万一他走了之后，魏无羡一个人偷偷跑掉了怎么办？又万一魏无羡遇上了危险怎么办？最终蓝忘机还是听从了魏无羡的话去追人。魏无羡说之后两人在街道会合，但因为魏无羡遇到江城，耽误了一些时间，导致他去晚了。这时候的蓝忘机已经在说好的地方等了他很久了，久到魏无羡再次看到蓝忘机的时候，蓝忘机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，连眼睛里也满是血丝。魏无羡当时或许很奇怪，不过是离开了一会儿，蓝忘机的反应为什么那么大？因为他既害怕又恐惧，害怕魏无羡跑了，害怕都是自己的一场梦，害怕自己的等待又像那13年一样，从来都是一场空。在屠戮玄武的洞中，面对被王灵娇欺负的绵绵，魏无羡挺身而出，甚至最后还为绵绵挡了烙铁，在自己身上留下了一个永远去不掉的温室烙印。当时的蓝忘机惋惜这个疤一辈子都去不掉了，魏无羡却非常不在乎，还说这个疤会时刻提醒他自己曾经护过一个姑娘，说不定这个姑娘永远不会忘了他。魏无羡离开之后，蓝忘机喝他喝过的酒也就罢了，为了他还在自己的胸口上烙上了一样的伤，甚至为了他，蓝忘机还记了一个姑娘很久很久。10几年过去，再见到那个姑娘，哪怕明知道魏无羡对他无意，哪怕看到人家姑娘也已经结婚生子了，孩子都已经很大了，蓝忘机还是忍不住会吃醋。兰陵金氏的宴会上，魏无羡为了从金子勋的口中探知温宁的下落，不惜用陈情威胁他，言语中更是不甚客气，丝毫不给兰陵金氏任何颜面。他离开之后，气得兰陵金氏当时的家主金光善当众发怒，踢翻了面前的小桌。金光瑶说魏无羡太过冲动，不该当着众多家主的面这么骂人。蓝忘机十分护短的直接反问金光瑶，魏无羡骂的不对吗？因为魏无羡救下了温宁这一脉的温氏族人，在金陵台上的时候，各家宗门宗主十分不满，指责魏无羡目中无人，甚至告诉江城魏无羡并没有将他这个宗主放在眼中。一时之间，魏无羡受千夫所指，那些所谓的正义之士，好像他做了什么危害天下的事。当时只有绵绵站了出来为他说话，甚至为了魏无羡当众脱下象征着兰陵金氏的衣服，退出家族。蓝忘机离开宴会出来之后，便认真地向绵绵行了一礼。书中的用词是这一礼，尊重之中还有庄严。在我的理解来说，这一礼不光是尊重，还有庄严，还包含着对绵绵的感谢。蓝忘机是在感谢绵绵对魏无羡的维护。蓝忘机平日里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人，但就是这样正经守礼的他，喝醉后像个小孩一样耍赖。他生气的不是魏无羡召唤了温宁，他只是吃醋，他不希望魏无羡吹笛给其他人听。平日里看起来再无欲无求的他，其实骨子里还是有很强的占有欲，所以魏无羡只是随便哄哄他说只给你吹笛子好不好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就让蓝忘机笑得像个孩子一样。蓝忘机不光武力值是出了名的高，他的酒量也是出了名的一杯倒。但就算是一杯倒，当魏无羡说想要人陪着一起喝酒，他也毫不犹豫地陪着他，只要他开心，只要他想，不管何时何地，一杯倒的蓝忘机都愿意陪着他。蓝忘机等了13年，终于等来了魏无羡，之后他便执意将魏无羡带在身边，不管旁人异样的眼光，不理会他人的言论，甚至不让江城有半点机会接近他。他只知道他不能让魏无羡再离开自己半步，所以他对魏无羡真正的是有求必应，百般放纵，只求他能留在自己身边。血洗不夜天之时，魏无羡以为温宁和温情被挫骨扬灰，还目睹了师姐江安离死在自己的眼前，他狂性大发，合并阴虎符，放任他大开杀戒。这时候的魏无羡肉身和精神都受到了重创，为了保护魏无羡，蓝忘机拖着受重伤的身体带着魏无羡御剑离去。当蓝大带着族中前辈找到他们的时候，从来都是姑苏蓝氏榜样中的榜样，端庄守礼的蓝忘机不惜顶撞从小教导自己的叔父，甚至出手打伤了33位同门。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魏无羡的身前，最终得到的是身上的33道戒鞭，一道一人，而魏无羡的名字总共33画，大概这就是天注定吧。人人都道魏无羡已经死了，但是蓝忘机却怎么也不肯相信。伤好解禁之后，蓝忘机便立马前去乱葬岗查看，
去之前他是抱有一丝幻想的，毕竟他重伤无法下床的那2年一直未曾问到魏无羡的灵。他想着魏无羡那么厉害，或许会有些世人不知的保命方法，最终却失望而归，只带走了在乱葬岗看到的阿苑。魏无羡说起曾经的往事，他说从前自己在莲花坞摊贩上吃东西从来不给钱，因为江丰眠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去给他结账。蓝忘机便立马说，你现在也不用付钱，潜意思你曾经的依靠是江丰眠，现在你可以依靠我，我可以替代江丰眠成为你的提款机，十分心甘情愿的那种。在莲花坞，魏无羡昏迷后，蓝忘机从温宁与江澄的对峙中得知金丹真相，离开后他问温宁的只有抛丹痛苦吗？当得知抛丹时无法麻醉，必须清醒地看着金丹离开自己的身体。抛丹的那2夜1天，魏无羡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着的，他十分心痛，尤其是温宁告诉他成功率只有50%的时候，蓝忘机抱着魏无羡的那只手，手背上的骨节都已经发白了。其实整部剧看下来会发现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蓝忘机对魏无羡的感情。虽然说电视剧版本为了过审删减了不少镜头，但剧方也非常努力的在还原原著，也很努力的在为原著党发糖，一些名场面也并没有被删掉，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小细节，像在莲花坞，蓝忘机为了魏无羡竟然偷莲蓬。像醉酒之后的蓝忘机却不曾忘记魏无羡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，他不曾参与魏无羡的小时候，醉酒之后却将透析摘枣玩了个遍。魏无羡修习鬼道大败温氏之后，所有人都忌惮他，只有蓝忘机3番2次劝诫他，生怕魏无羡会自食恶果。虽然每次都是不欢而散，但却从未放弃。金陵台上，魏无羡的身份被金光瑶揭穿，蓝忘机却坚定地站在了他身边，与他一起面对，带他逃离。乱葬岗中，叔父让蓝忘机到蓝家阵营中来，却遭到了蓝忘机的拒绝。他坚定地站在了魏无羡的身边，自始至终，蓝忘机都十分相信魏无羡。他相信那个少年，哪怕他在感情上一直不曾回应自己，甚至时常戏耍自己，但他却从来不曾怀疑魏无羡。这些小细节太多太多了。蓝忘机苦着苦在自己是个闷骚，爱在心口难开，还好有个时不时为他助攻的蓝大。电视剧中一些出格的感情描述并不多，但在小说后期，蓝忘机对魏无羡几乎有求必应。那时候的魏无羡并不知蓝忘机也同样爱着自己，他一心只想摆脱蓝忘机，对蓝忘机各种放浪挑逗，只为了让蓝忘机放开自己。而忘机明明知道魏无羡的目的，却对他的行为照单全收，哪怕每一次他的心都在滴血，他也十分庆幸魏无羡回来了。蓝忘机对魏无羡的爱是炽热的，哪怕他的表面再清冷，那颗爱他的心却是从来未曾冷静过。魏无羡的一举一动都牵引着他的心，还好蓝忘机最终如偿所愿了。好了，今天关于蓝忘机爱的证明就写这么多了，欢迎小伙伴们在下方留言区列举你们心中蓝忘机爱的小细节，也希望喜欢的小伙伴点击关注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